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把 Hohner 入门级的12孔半音阶口琴，叫做 Kometa。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包装方面，上面有金色的字，那后半段的地方，它有标示出一些基本的规格。好，那如果你对于这系列比较熟悉的朋友，它其实是有一个编号，而且大多数人会称呼这个编号。那像现在我手上这把12孔的半音阶，它就叫做255。那比较多人用的14孔，它就叫做257。所以它是一个25多少系列的口琴。那这把琴因为台湾没有引进，所以至少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少接触，甚至可以说我完全没有吹过全原厂的25系列的口琴。那最近朋友刚好有问我说，想不想要来开箱这把琴体验一下，所以他就寄了一把给我，我们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好，那外观就用一个这个有点是仿的皮嘛，这个皮套，然后它用扣子纽扣的设计，所以等一下我们把它打开来，好，来看一下这把琴。好，打开来之后，里面一样有一张说明书，然后还有口琴的本身，好，给大家看一下口琴，好，给大家看一下。好，它的设计跟一般的半音阶口琴不一样，它是有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弧的这个角，理论上应该摸起来会比较顺畅一点。好，然后下盖板的部分，好，那吹嘴你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吹嘴它是方形的，方形的吹嘴，透过一些反光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孔看起来比一般12孔的半音阶口琴更大，而且它是方形的，那它是交错式排列，然后全行程。好，那看一下，这把口琴拿起来很轻，但是摇一摇，发现这个按键有一个声音，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这个组装不太行有点太晃了。好，然后这个网友很多人都说这个按键声很大，是真的很大声，给大家听一下。非常非常大声的这个按键声。好，那我们就实际来吹奏体验一下。这个吹奏的，我觉得气密度好像有比这个 Discovery 48更好，感觉还是比较平均一点，而且它在吹嘴的漏气感觉上是少一点。这个按键的形成，在吹一些快速的乐曲或者是快速的音符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太慢了，有点跟不上手的感觉。你按下去，我觉得勉强你按快一点还可以接受，但是它弹回来的速度就是一定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不是很习惯这个行程带给我的这种回馈感受。好，我用以前习惯的这个嘴型来吹奏《飞燕》这首曲子。我觉得它这把琴，因为它的这个吹嘴的孔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在音色控制上，或者是我们讲你在做嘴型的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它没有办法非常及时的反映出
就是你所带给它的这些控制就会变得不管你怎么样做嘴型，它的幅度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要比印象中的 Discovery 48，我觉得这一把状况比Discovery 48好蛮多的就是我觉得至少它是勉强可控的范围而是不会是漏气的那我觉得它的气密度我觉得还算可以可能中间偏下面一点点但我觉得它算可以，而且我刚刚其实在开箱之前我有去查了一下价钱因为台湾没有卖，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实际上到台湾的台币是多少钱但是我查了一下淘宝那这把琴大概落在280、300元人民币左右。那你换算等值的台币，可能就是1500、1600块以内你可以买得到这样一把八音阶，我觉得好像还行就是以体验的话，花1000多块台币去体验一把八音阶口琴，或是买一个乐器来玩，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好，那我们先来拆一下这把琴看一下内部。因为我就是真的没有使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内部的设计长什么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盖板就是一般冲压式的盖板就不特别给大家看了。好，琴身的部分就是塑胶，然后这个黄板就是 Hohner 一贯的经典黄板那黄片看起来也没有特别不一样就是一贯的经典黄片的这种长度，然后它的弹簧这是上侧，它的弹簧装在下侧的地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装在下侧的地方。然后它锁螺丝的方法也是反过来的它是从下黄板锁就穿过去到上黄板。那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或许有什么有趣的考量，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间距的部分钢吹确实它不是很平均，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不平均程度是偏所有都偏大我们快速的调一下，所有的这个簧片间距都偏大了一些。这个跟我之前在吹 Suzuki 的琴或者是 JDR 的琴都不太一样像 Suzuki 跟 JDR 的琴对我来说间距都是全部偏小的那这一把255不确定是不是特例那它对我来说是偏大的。好，所以我们快速的调整一下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外侧的简单调整一下，不是很精细我们就简单调整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拆一下内侧给大家看拆一下内侧。哇，这个螺丝很紧这个其实也是一般 Hohner 的口琴，它一开始出厂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的螺丝它是比较紧的所以我的习惯如果我需要长时间或者是大量的拆装这个口琴的话，我都会先用那个公牙的，或者是我们讲公司的这个螺丝起子先去转一下，至少让它比较好锁上螺丝不然这个每颗螺丝都很紧就是说实在有点辛苦在拆装方面有点辛苦。好，看一下里面，哎呦，因为它的按键是长在这个地方这么有趣，那这个拆得下来吗？好，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按键它把吹嘴跟琴身坐在一起，所以它按键就直接塞在这个中间，然后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这样按的时候它会动，它的按键就塞在这个之间，然后看起来这个构造好像是需要把弹簧先拆掉，你才可以把按键抽出来，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好，我们先
先来拍几张照片好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构造。好，我刚刚有调整一下内部的间距哈，它跟我刚刚看外侧的状况是类似的哦，就是这个间距还是偏大一点点。内侧包含内侧一样，吹气的簧片。好，那所以刚刚我们在吹的时候，你发现我在做一些舌头的断音的时候，它其实不太会塞哦，因为它间距就是真的很大。好，所以我有试着把它调小一点哦，把它调到大多数的琴友可能可以接受的这个间距大小。好，那我们等一下把它装回去，再来试试看哈，它实际上吹奏感觉是怎么样。好，大致上调整一下。好，那在安装的时候，来先给大家看一下琴身的上下侧完整的样子。这个是上侧，好，然后下侧哦，所以你会看到下侧它在这里有安装弹簧。哦，在这里，然后按键的部分，好，那我们把它装回去哈。上侧的簧板，它有这个防呆装置，它会刚好卡住，有趣。然后下侧的簧板，好，如果你没办法分辨内外侧又是新口琴的话，哈，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外侧的地方，它其实都会刻这个字哈，在这里，像这边有一个 X， 然后是什么4022嘛，还是多少？哦，4022哦，0422哦。那上侧的话，它是 X1022哦。那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每一把都是刻这个字哈。不过，就是它这个有刻字的会在外侧，然后这个琴簧板切的这个做工不是很好，有点刮手。好，没关系，这个保持原厂的样子哈，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原汁原味的感觉。好，我们把它装回去。好，那这把琴比较不一样，就是它的螺丝是从后侧的地方哈，下侧哦，是从下侧的地方锁的。然后它有一个防呆的装置，它可以卡进去。哎呦，听到这个咔的声音哈。好，那我们把螺丝先锁回去，感受一下。调整过间距，琴的气密度有没有好一点点？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吹嘴的这个设计还有按键的设计，感觉如果要清洗按键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你要整把口琴都拆，然后你要对这个口琴有一定的认识，并且知道怎么样拆装它不会坏掉，所以我觉得这把琴它的定位是非常鲜明的就是买来体验，然后不拆口琴，然后按键卡了就让它卡，就是感觉上是这样。好多了，好，不行，我受不了了，来，我要上个油，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大声了。好，我们就先用我最不推荐的上油方法就是直接点在这个按键上，好，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不能说很平均然后我看一下，好吧，只能暂时先这样点了我觉得不是很平均但是因为我也懒得再拆了。好，我们先用这种懒人式的点油方法声音好像没有变小，但是按键变顺了声音没有变小，一样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声音。好，然后盖板先装回去，好，感受一下。好，试一下调整过间距的。
刚刚在吹奏这个和声的时候，又发现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哦，就是这个吹嘴，它在使用多孔喊法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吹4度或是5度的这个声音哈，4、5、6度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会发现它舌头并不是很好挡住孔哦，就是你会觉得它塞的不是很准，会有漏气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它漏到别的孔。在吹8度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没办法舌头可以很完整或者是密合的贴在这个吹嘴上。我觉得它确实它就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那我也体验下来，初体验用的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就是可能短短的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好，那我觉得这把琴的定位就非常非常的鲜明，它就是适合你想要买来体验半音阶口琴的这个初学者。那你也不想要拆口琴，然后你的练琴的时数也并不是很多，然后你对于它保养也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它的所有的设计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那你花300元人民币，2000块以内的台币，你可以买到这样一把体验的半音阶口琴，我觉得还 OK， 还行。但是初学者你买这把琴，你要知道就是它的这个按键的程距是比一般的半音阶更长的，然后它的孔也是比一般的半音阶更宽的。就是你未来在转换到正常的半音阶口琴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衔接上的问题，你需要先知道 ，OK。好，那今天的这个简短开箱我们就先到这里。好，那这里是 D-MIS Studio， 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